跑动了。天，明明看见他们拐过来了。表叔，弟兄们，表叔，你这是要杀我吗？招子放亮点，分散开来搜。别说话，小心。两边的小巷子，快！是，快点，是。那边看看。哎呦！那儿呢？对，快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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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我上！的时候对你不薄啊！现在他尸骨未寒，你们竟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们还是人吗？哼，这南头已经土了，我们现在跟上顺水腕。咱们红鞋是跑码头的，谁给饭吃就跟着谁，这你不是不知道。听彪，识相的把少爷交出来，看在多年兄弟的份上，我放你一条生路，否则就别怪哥们无情了。少爷，你别怕，咱们就是死也死在一起。你可真是南头的好兄弟，那就别怪方某手辣了。上！少爷，快跑！不，我要跟在一起。别让他跑了！上啊！上！你们俩守在这儿，其他人跟我来。怎么回事？是冲咱们来的吗？会不会是老板手下的特务？不像，老板手下的特务训练有素，绝不会这么乱喊乱叫。
你们是什么人？大哥，别开枪！我们是被人追杀，迫不得已才跑进你家里的。这个解释不够好，也欠合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希望你的回答能令我满意。如常，过来。你会开枪吗？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。今天借你的枪用用，日后加倍报答。走。你走得了吗？大哥，我求你放我们走，否则我真的会开枪。你以为我的枪到了你的手里，就变成你的枪了？表叔，闪开！怎么不明白？你是变戏法的？当然不是。刚刚你可以开枪，但是你却没有，这说明你不是个坏人。大哥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是9号码头的袍哥，他是我侄子，我们俩被人追杀，跑进了死胡同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才跑进你的院里。刚刚我在屋中听到院外乱糟糟的，原来是你们。他们追来了，大哥，求求你，你可千万别开门呐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别问了，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马上回来。啊，快请坐吧。你们找谁？这位老板，我们是码头上的袍哥，刚刚有2个人跳进你家院中，不知老板看到了吗？没看到。这是我们弟兄亲眼得见，肯定错不了。老板既然没有看到，就让我们进屋搜搜吧。搜搜，好大的口气啊！这是私人住宅，你们是公安还是城管？凭什么要搜查我的家？这位老板，您可能误会，我们并不是要搜查您的家，而是要进去找人。不可以。喝水吧。你可能没听清我刚才说的话，那我就再说明白点。我们是9号码头的清水袍哥，在清理门户。刚刚有2个叛徒躲进你家的院里，我要把他找出来。2个叛徒？你说的是一个中年人带着个小男孩？不错，他们在里面吗？是的，他们正在屋里。好，还算识相。既然如此，也省得我们麻烦，就请你把他们交出来吧。交出？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我不会把他们交给你。哼，你玩我？你很好玩吗？小子，你他妈诚心找事儿啊！第一，说话嘴巴放干净点；第二，我不想找事，只想早点回去休息。你们走吧。小子，我这可是好言好语跟你商量，要是给脸不要脸，大爷就只有动粗了。你的嘴好像很脏啊！再说一遍，趁我没发脾气之前赶快滚蛋，别找不自在。小杂种，
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在重庆这个码头上敢惹我袍哥的人还没出生呢，就是共产党也得让我们3分。就是。是，那你们可真厉害。要不要我叫解放军的巡逻队来？你他妈小王八蛋，吓唬老子！实话告诉你，老子打小就让人吓大的。弟兄们，拆了他狗窝！看起来只能怪你们命苦了。不行，不行，我得帮帮他。弟兄们，给我上！你别过来！你们袍哥不是很厉害？嗯？怎么现在像只受惊的兔子？啊！你的嘴巴好像很脏啊！啊！刚刚你说什么？小杂种、小王八蛋是吗？你还说要拆了我的狗窝，是吗？怎么不说话了，大英雄？哑巴了？哎呦，老大、爷爷、祖宗，我求求你，别再打了，别再打了！我不是人，我是小杂种，我是王八蛋，我住的才是狗窝，回去我就把它给拆了，这总行了吧？带着你的人，滚！哎，这位老大，咱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还有……行了行了，别跟我来这套江湖道，快滚蛋！走。哟，哎，怎么又来了？我上回跟你说了，你听我的没错，是不是？来，老蒋啊，让一下啊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来，小心点啊！这边，轻点。哎，好，小心。这人也住特等舱啊？来，这边啊，哎，这边。来，让一下啊！哎呀，这什么奇怪的事儿都有。哎呀，对呀。哎呦！干什么呢你？路也不会走。哦，抱歉，不小心，退学了。哎，小伙子，先生，这条船一共有几层？我们重庆轮是朝天门码头上最大的客轮，总共有3层。哦，第3层是做什么用的？3层是特等舱房。特等舱房？是的。总共有几间啊？特等舱一共只有2套，
每套内2个会客厅，3间卧房。哦，刚刚我看见你引着4个抬担架的大汉走了上去。正是。好，躺在担架上的是什么人？听说是个受了重伤的生意人，全身的骨头都断了。哦，这个受伤的人住在特等舱。他住在1号舱房。哦，那还有一套住的是谁呀？先生，您干嘛问这个呀？我只是好奇。先生，我们船上有规定，不能随便泄露客人的身份。先生，您算是问对人了。船上别的服务生还真不认识他。哦，住在另一个特等舱的是9号码头的大袍哥刘天龙。你能肯定？我家就住在9号码头。哦，从前见过他。刚刚我去送水，被他的手下轰了出来。出门的时候，我用余光一瞟，坐在沙发上的就是他。好，你去吧。先生，您可别告诉别人。放心吧。叔叔，来，好，练功呢？大哥，你来了。怎么样？没有动静吧？没有。好了，如常，自己玩吧。叔叔有话要和彪叔说。来，刘天龙这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他是我们9号码头的大袍哥，2当家的。他就在这条船上。啊？什么？他跟我们同乘一条船？大哥，您这是？他是冲着你和如常来的吧？我一直觉得奇怪，方五桥那些人和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？竟连如常这样一个小孩子都不肯放过。现在看起来，他是奉了刘天龙之命，才会对你们穷追不舍。至于原因，恐怕也没有你昨夜在16号公馆对我说的那样简单。而且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如常并不是你的侄子。你是怎？我是怎么知道的，对吗？如果你们是亲叔侄，如常不会称呼你为彪叔。孩子是不会说谎的。你有事瞒着我，对吗？我现在这条船上至少站着10几名带枪的杀手，只要天一黑，他们就会动手。动手？你应该清楚，他们是来干什么的。你知道我很想帮助你们，但每个人做事都有原则，我也不例外。至少我要知道，你们为什么需要我的帮助。如果连这一点都要隐瞒，那就说明你并不需要我。大哥，我……如果事情是这样，
我只能对你说，好自为之吧。哎，大哥，叔叔，如常，你有什么话要对叔叔说？我姓霍，真名叫霍如常。霍如常，他就是我们清水袍哥的南头大当家，霍杰的亲生儿子。什么？如常是霍杰的儿子？是的。霍杰被杀了。是的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就是昨天夜里，给我们报信儿的是个老兄弟。当时他恰巧在现场，看到了霍大哥被杀的整个过程。霍杰雄居西南，威震一方，行事素以果决干脆、心狠手辣闻名。再加上他财大势大，手下众多，重庆、成都以及附近各个码头的大小帮会，都要看着他的脸色行事。怎么可能有人杀得了他？你说的很对，外人想杀他，的确是难如登天。可这次下手的是我们自己人呐。刘天龙。对，刘天龙是我清水袍哥的二当家，平日里对霍大哥是言听计从，恭谨顺服。真没想到，他竟然会下这样的毒手啊！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还是从头说起吧。前些日子，9号码头接了一票大生意，雇主花重金聘请我们从东北押运一批重要的货物到重庆。接下生意后，霍大哥派出如常的小姑锦玉，率领帮中几十名好手，前赴东北负责押运。起初，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。然而就在2天前，霍大哥夜里大开香堂，当着众家弟兄的面，宣布终止这笔交易，将货物扣押。为什么？具体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。霍大哥宣布此事之后，立刻引起了帮中很多兄弟的不满。出钱的雇主更是不肯罢休。昨天夜里，他请霍大哥到9号码头12号船坞面谈此事，想不到暗中收买了刘天龙。刘天龙将大哥身旁的保镖都换成了自己手下的红鞋，就是杀手。可怜霍大哥，糊里糊涂的就被这群王八蛋乱枪打死在船坞里。江湖险恶呀！如常，来，叔叔抱。不哭啊。后来呢？我听报信儿的兄弟说，杀死霍大哥后，刘天龙率人搜遍了整个码头，也没找到那批货物。他怀疑那批货物根本就没有运到重庆，而是被他小姑锦玉藏在了宜宾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5、6天前，霍大哥率人到了宜宾，说是要亲自接这批货去重庆。可回来之后，他却宣布终止交易，扣押货物。而锦玉也不在重庆，这才引起了刘天龙的怀疑。他想要以如常为人质，胁迫锦玉交出货物。多亏那个老兄弟提前报信儿，我们这才逃了出来呀。你能确定锦玉在宜宾吗？锦玉负责押运货物，如果说货物不在重庆，那他一定会在宜宾。
这批货物究竟是什么？竟致双方如此大动干戈。只有雇主、霍大哥、刘天龙和锦玉，他们4个人才知道。哎呀，不是我说呀，你说什么货物值得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啊？可怜霍大哥，死得真冤呐。那雇主是谁呢？这就更不知道了。只听说这个雇主非常神秘，就连霍大哥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呢。哦，我也是听霍大哥说起的。如此说来，即使你和如常到了宜宾，也未必能够找到锦玉。我们在宜宾有个秘密联络点，是霍大哥在世时为预防不测而备下的。只有如常能够安全到达，我想锦玉一定会来见我们。目前的形势异常凶险，如果事情真如你所说，刘天龙上船是要挟持如常，逼锦玉交出货物，那你们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。可如果不是，事情的发展就难说得很了。如此众多的杀手暗伏船上，一旦他们行动起来，这条船很容易被控制住。到那时，我们就会非常被动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，就是摸清刘天龙此行的目的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可就难了。怎么才能弄清这一点呢？来，这个小混蛋，你再跑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不让你跑！小王八蛋，乱跑！这位先生，乱跑！这位先生，这里是轮船的公务区，旅客是不能进来的。哦，我们马上就走啊！你个小混蛋啊！你还跑？我揍死你！啊！我让你乱跑！啊！回去！哼！走吧你！
这就是轮船上的管道分布图啊！是的，你们来看，这一条就是船内的通风管道。这条通风管道通向船内的各个舱房，每间舱房内都设有1到2个通风口。刘天龙的特等舱也不例外。要想进去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沿着通风管道爬上3层，再从舱内的通风口进入室内。哦，我说你为什么要找船内的管道蓝图呢？原来是为了这个啊！只有这样，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他们身旁。这可真是条妙计啊！亏你怎么琢磨出来的？刘天龙就是做梦也想不到。哎，大哥，我去吧。通风管道非常狭窄，你仔细看一看，图上有尺寸标注。这只有80厘米高，50厘米宽啊！因此，成年人根本没法进去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让如常去？我去。现在，只有如此了。哎呀，就算如常能够进入刘天龙的房间，偷听到他们的谈话，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，不可能理解那些话的意思，听了等于白听。派他去能有用吗？我让如常从通风管道爬进特等舱房，并不是要他去探听秘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只要他能进入舱房，打开一扇舷窗，我就可以从船的外部攀上3层，由舷窗潜进室内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说呢。如常，你能行吗？行。好样的，好孩子啊！你一定要记清路线。看到了吗？从这里进去，向前，遇到岔路向右，从这里向上爬，然后左转，就到了第3层的特等舱房。好，你看，舱房内的洗手间里就有一个通风口。你打开通风口，跳下来，将洗手间的舷窗推开，再原路返回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如常，你再对着图纸把路线熟悉一下，啊？好。从这儿来，通风管道的进口在轮机舱司炉室旁边，我们就从那里将如常送进去。我们现在就走吗？现在你们的门外一定会有盯梢的袍哥，啊，这，所以我们要分头行动。我走门，你和如常从舷窗出去，在轮船的前甲板汇合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哎。你去报告五爷，我在这盯着。好。叔叔，张大哥，准备好了吗？啊，这下面就是轮机舱。走。这就是管道间，通风管道应该就在里面。
该就是这儿。陆长，就看你的了。记住，见到下边有光亮，马上关闭手电。走吧。有事吗？没事，注点意，精神点。天龙已经到了吧？就在隔壁仓房。是时候了，走。
进来。大哥，怎么样？雇主到了，快请他们上来。他们就在门口呢。他们是怎么上来的？他们就住隔壁1号仓房。就是下午上船的那个病人。你们先出去。是。快，有请。昨天晚上我已经说过了，今天是最后的期限，我还以为你能够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哎呀，天龙老弟啊，你令我很失望啊！我实在没有想到，霍杰竟然把货物留在了宜宾。你现在就是要赶到宜宾查找货物的下落，是吗？正是。我说你为什么要约我在轮船上见面？原来是为了这个。你知道吗？这条船对我来说很不适宜。哦，为什么？啊？怎么，有动静？是不是如常回来了？应该不是，再等等。什么声音？来人！大哥，洗手间有动静，去看看。
下来。合上吧。是。大哥，没有人，我连通风管道都查过了，可能是管道里的老鼠闹出的响动吧。你们出去吧。是，走。出来吧，他们都走了。好了，天龙老弟，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这批货对我来说至关重要，而你们却一拖再拖。现在霍杰已经死了，你总可以放开手脚了吧？记住，我的耐心可不是无限的，你要好自为之，千万不要走霍杰的老路。这算是威胁吗？呵呵，随你怎么理解吧。你心急，这我能够理解。但我清水袍哥在重庆这块地盘上，是跺跺脚，山水都要颤一颤。不瞒你说，我们还从来没被人威胁过。贾兄今天这话，有些过分了吧？天龙老弟啊，你也应该明白一点，我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，只要我说出口，就一定能办到。不相信，你可以试一试。贾兄要的是货，我要的是钱，何必如此剑拔弩张？你也看到了，这次是天龙亲自出马，而且还带来了帮中所有高手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快将那批货夺回，完璧归赵。放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！刘天龙那伙人，那都是老奸巨猾的江湖高手。如常万一有个闪失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景彪啊，他虽然是个孩子，行事却非常老练。你知道吗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将我手里的枪踢飞。我简直不能相信，这是个7岁的孩子做出的事情。因此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快！如常，回来了。怎么样，办妥了？洗手间里没有窗户，我从洗手间爬到卧室，把卧室的窗户打开了。哎呀，我说过，他不会让我失望的。真是个好孩子。叔叔，啊，还有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那是我刚爬进3层的管道，进入1号仓房。从通风口向下看，房子里黑着灯，有个全身裹着白布的人躺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。我还以为是个死人，没想到我刚想走，他突然坐起身来。你说的是不是一个浑身上下裹着白色纱布，只露着2只眼睛的男人？没错。这位叔叔，你认识他？刚刚我看见你引着4个抬担架的大汉走了上去。正是。哈，躺在担架上的是什么人？听说是个受了重伤的生意人，全身的骨头都断了。哦，这个受伤的人住在特等舱。他住在1号仓房。如常，你是说那个浑身裹着白色纱布的人从担架上坐了起来？是啊，当时吓得我差点叫出声来。
后来呢？后来他站起身，把身上的布撕下来，问坐在沙发上的人说：“刘天龙来了吗？”他是来见刘天龙的。应该是的。进入甲号仓房后，我从洗手间爬进客厅，看到天龙说正在和一个人说话。和他说话的是那个病人吗？他背对我坐着，我没有看清，但好像就是他。他来见刘天龙，为什么要装扮成这个样子？他怕什么呢？如果能到乙号仓房去看看就好了。叔叔，那个病人走后，我跳进客厅，打开了靠墙的舷窗。啊！小金豆子，叔叔啊，没看错人，将来准是个大高手啊！肯定是出事儿了。已经整整6个小时了，就是有再重要的事情要办，他也会回来和我们打个招呼的。可现在，这不是他的作风，一定有情况。你说，他会出什么事儿？现在还不好说呀。这会不会是老板设下的圈套，以讲和为名诱我们上船，在船上暗伏杀手，除掉他？这也正是我的担心。这是你们的诡计，你们的诡计！你一定知道实情，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你害了他！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！他对你那么好，我你冷静点！如果我想对付他，还会坐在这等6个小时吗？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动动脑子？我爱他，因此不会害他，懂吗？哼！我跟你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让你明白一点道理，怎么这么难？哎，你做什么去？我要去救他，不能再等了。我也去。除了捣乱，你还会做什么？在这里等着，我自己去。我信不过你。那你就快点。走吧。说好了，一切听我指挥。他可能在1层的6号仓房。哦，跟我来。哎，来了！大伙把车靠过去。
雪茄烟。走。你在干什么？进去。啊，他们也不在。他们是谁？没必要知道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肯说实话？万一他出了事儿，你会后悔一辈子。不好，出事了，快走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么吞吞吐吐？再不说实话，一切可都晚了。好，我告诉你，快！跑了！放下枪，放下！你们什么人，竟敢挡清水袍哥的路？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别让我再说第二遍！快点放下！是。是他。小子，没想到吧？刚刚我还在纳闷儿，这屋里怎么没有人？原来是个圈套。少废话，跟我走。果然来了。刚刚我检查房间的时候，发现有一扇悬窗开了道缝，于是我马上想到，今夜肯定有贵客降临，现在得到了验证。看起来，我来的不是时候。他们把你说得很神，我看也不过如此。对于我来说，你实在是太嫩了，略施小计就中了圈套。
本来我还以为遇到了高手，看起来我错了，是我的手下太无能，是老大太厉害，是不是弟兄们？是啊，对，没错。咱们老大是谁呀？盒子门里1等1的红鞋，那叫高手。关键是老大料事如神，赛过诸葛亮。没错，大哥的脑袋转一转，够咱们想1年的。就凭你敢跟我们老大斗，你长了几个脑袋你？就是。昨夜出手救景彪和那个小孽种的，就是你吧？你就是刘天龙。敢对我直呼其名的人都已经死了，当然，你也不会例外。其实啊，这世上的事情真的很奇怪。你的眼睛看到的，并不一定是事实。我师父曾经说过，眼睛会欺骗你。哦，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随便说说。哦，我累了，能到沙发上坐坐，那样能舒服一些。你这个人太有意思了，死到临头竟然还如此镇定，佩服。沙发，你不需要了，因为你马上就要死。你错了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你的眼睛会欺骗你。是吗？我倒想听听。你现在看到，你的兄弟们用枪对准了我，因此断定我会死，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我看不出来你有任何生存的机会，啊？不提生存这2个字，因为我可以和你打赌，他们不敢开枪。哦。小子，你他妈失心疯了吧你！我说过，你的嘴很脏，是吗？没错，你说过。可是小王八蛋，你以为这还是在你们家门口啊？你以为老子还会怕你？小杂种，你他妈够狠！昨天夜里把老子的脸都打肿了，他奶奶的！今天老子要亲手宰了你！方武桥。方武桥，我说过你的嘴很脏，是吗？是不是？是。你先放了我们老大。兄弟，你别冲动，先放下枪，有话好说嘛。兄弟，也真难为你了，领着一帮乌合之众，竟还有脸吹嘘什么1等1的红鞋，什么赛过诸葛亮，我都替你脸红。兄弟，他的嘴很脏，你说吧，该怎么办？抽自己嘴巴！啊！给我抽！再用力，那样你才会记住。你他妈还不使劲抽！快呀！你真是个可笑的人。我想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？说错话、做错事，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是。哦，你说的对，说的对。刚刚兄弟言语不周，在这儿给你赔罪了。赔
罪，那倒用不着。弟兄们，哼，真是一群糊涂蛋！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？我敢放下枪，这说明了什么？你不会告诉我你不怕死吧？你错了，应该说我不会死。还是那句话，我可以和你打赌，你们不敢杀我。想赌吗？怎么个赌法？如果我输了，就会输掉性命；如果你输了，给我1块大洋，怎么样？有这么好的事？好，我赌了。如果你杀了我，就再也找不到霍如常和景彪，当然，更找不到那批货。你说什么？什么货？我听不懂。装糊涂有时候是明智之举，有时候就显得不那么聪明。为了那批货，你杀掉了霍杰，可货物却留在他的妹妹锦玉手中。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，这次你亲自出马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。你都知道了？这本来也不是什么秘密，是景彪告诉我的。现在霍如常和景彪在我的手里，藏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。虽然仍在这条船上，但你一定找不到。他们在你手里？是的，而且这2个人很信任我。怎么样？我是不是赢了？那么，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坐在沙发上？弟兄们，兄弟，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让他们把枪都放下。我跟你做笔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付钱，我替你找回那批货。没事，自己人。哎，你们这都怎么了？别动，蹲下。把枪放进包里，都老实点。把手举起来，靠墙站好。你们几个起来，靠墙蹲下。把腰带解下来，你把腰带解下来，交给我。双手背后，你过来，把他的手系上，系紧点。双手背后，站好。你们2个蹲下。抬脚，踩住了。大姐，你在我脚下放的什么呀？
炸弹！只要你的脚一动，立刻爆炸！炸弹！你们所有人被拴在一起，有一个动的，大家就都得动。因此，想要活命的话，就给我老实点。走走。不是我说句大话，就凭你手下这些乌合之众，就是累死，也别想找到锦玉和那批货。而我就不同了，首先，如常和景彪非常信任我，他们会带我找到锦玉。第二，我一个人的能力，就可以胜过你手下所有的红血。第三，我有最优秀的助手。他们会帮助我解决此事。怎么样？想明白了吗？你要多少钱？金条100根。这可不是笔小数目啊！比起那批货，这点钱算不了什么。你我心里都清楚。谁？虎哥，赵老六他们回来了。人抓到了吗？就在门口。你骗我！我的人已经抓到了景彪和霍如常。你不妨把门打开，自己看看。嗯。弟兄们，动手！谁敢乱动？谁敢乱动？大家一起死！叫你的人把枪都扔进包里。听他的。所有人靠墙蹲下。看我干嘛？蹲下！你没事吧？我很好。怎么？他们是你朋友？是的，他们是我的助手。我早就说过，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能力，一定会吃大亏。谢谢你们。我正在和刘当家谈生意，你们在外面等我。嗯。起来，出去。快！你手里的东西很危险，最好把它插上。我都担心死了。我马上就来。他们两个藏在轮机舱的管道间里，把他们接到我的房间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哎呀，若不是亲眼看到，我绝对不会相信，我手下最好的20名红鞋，竟会被2个女人治得服服帖帖。兄弟，你们是什么人呢？我们是猎人。猎人？
捕捉猎物是我们的专长，因此，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。兄弟，怎么称呼？叫我猎鹰吧。怎么样，考虑好了吗？价钱我可以接受，对于你的能力，我也毫不怀疑。但是我怎么能够相信你找到货物后会归还给我？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？你和你的手下都控制在我的手里。如果我真想要那批货，还会坐在这儿和你谈交易吗？我会马上杀掉你，然后带着锦标和霍如常去见锦玉，那样岂不是更干净？我要的是黄金，而不是那批货，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。那时间呢？3天。3天？你觉得时间太长了？哦，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就3天，我不收定金，3日为限。3日之内货不到，交易取消。我将锦标和霍如常交到你的手里，怎么样？好，成交。我怎么与你联系？我住在宜宾宝华巷3号，你可以直接来找我。我会去的。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？你目前要做的，就是在轮船停靠下一站时离开。下一站是宜阳，我会带手下离开，去陆路奔宜宾。非常好。如常真了不起啊，这孩子太可爱了。我说赵雅琴啊，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昨晚才认识。昨晚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昨天夜里啊，我和如常被红鞋追杀，是大哥救了我们。大哥？你说的是程汤？啊。我说呢，这1天没见，就多出了一大一小，这2个大活人。不瞒2位说啊，我老井除了我霍杰霍大哥以外，从来没佩服过任何人。可是这位程汤大哥啊，那可真是，让我打心眼里面往外那么服气呀。身手不说了，绝。可更绝的是他的胆量和脑子。哎呀，这世上竟有这样的神人！甭说我没见过，就连想都不敢想啊。刘当家，据我所知，你的雇主也在这条船上，是住在旁边的乙号仓房吗？你好像什么都知道。我知道的都是我必须要了解清楚的。他们已经离开了，是吗？是的，半路下船，乘汽艇离开的。我知道了。哦，忘了告诉你，从我踏进这个客厅的第一步，就知道这是个圈套。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该关闭客厅的灯。可怕的！老大，您没事吧？一群废物！立刻通知所有弟兄，行动取消，所有人在宜阳下船。锦标和那个小孽种呢？你的话越来越多了。我马上通知。2位姑娘，看你们2个文质彬彬的，可真没想到，竟然是不让须眉的女英雄啊！
刚才我上来的时候，看到玉仙姑娘一个人压了10几个红鞋，嘿，真是了不起啊！你们知道吗？那些人可都是我们9号码头上1等1的杀手啊！哎，谁能想到，竟然被2位姑娘给治得缩手缩脚，哎，服服帖帖，不敢动弹啊！玉仙姑娘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不光有一手好枪法，还有个好脑子，机智果断。我跟她可没法比。嗨，你也不简单啊！虎着脸，眼一瞪，2个手雷一举，把个堂堂清水袍哥的老大刘天龙吓得脸都白了。当时不瞒你说，我这心里都是一颤，生怕他手一松，那咱们可就全报销了。对不起，玉仙，我刚才误会你了。嗨，别说了，都着急嘛，我能理解。恨就恨这个程汤，一天到晚藏头露尾，嘴里没有一句实话。哼，一会儿他回来，我要好好跟他算算账。好，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大哥，事情解决了，刘天龙和他的手下再一样下船。哎，真的？嗯，过来。哎，来。哎，哈哈，小伙子，今天要不是你，事情可就难说喽。叔叔，他们都夸你厉害，你教教我吧。好，叔叔就收下你这个徒弟了。哎，如常，快给师傅磕头啊！哎，锦标，这套江湖百之礼就免了吧。啊，大哥，我替死去的霍大哥，谢谢你了。行了，哎，我这个人啊，长了一身贱骨头，哈，经不得别人夸我。锦标啊，刘天龙虽然走了，但是他绝不会就此罢休。到了宜宾以后，要尽快与锦玉取得联系，彻底解决这件事啊。累了一天了，赶快回去休息。哎，这样，我看你们就住在雅琴的房间，有事也好照应。啊，那雅琴姑娘呢？你们就别管我了，2层6号仓房。哦，好，如常来，嘿，那我们去了。